第3课：时间管理与优先次序。我知道家庭很重要，但工作也不能不做啊。这或许是许多父亲的心声。然而，如何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一门需要用心学习的艺术。本课程将带你探索如何用有限的时间为孩子留下一份无价的爱与陪伴。1、平衡事业与家庭，为孩子留出高质量的时间。小张是一名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工作一向忙得不可开交。自从女儿杰米出生，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好爸爸，但现实却与理想南辕北辙。每天早上，他还在开晨会，女儿已经上学去了。晚上，他在公司熬夜赶稿时，女儿早已进入梦乡。有一天，老婆突然问他：“你知道敏捷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吗？”他一脸茫然地回答：“那个粉红色的小马。”老婆苦笑着摇头：“是恐龙模型。他已经不喜欢小马好几个月了。”这一刻，小张意识到自己正渐渐成为一个隐形爸爸。为了改变现状，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表。他把手机闹钟设为每晚7点半，提醒自己回家陪女儿玩半小时。一开始，女儿对爸爸的加入颇为冷淡，甚至说：“你要忙就忙，不要勉强。”但小张没有放弃，他用心记下女儿的喜好，带她去恐龙展，和她一起拼恐龙模型。几周后，敏捷的态度明显变了。每次小张回家，他都迫不及待地拉着她分享学校的趣事。平衡事业与家庭并非易事，但小张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时间有限，只要你专注的陪伴，孩子依然能感受到你的爱。2、父亲角色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转变。父亲的角色随着孩子的年龄不断变化，这就像一场持续进行的戏剧，每一幕都需要不同的表现方式。孩子年幼时，父亲是超人，孩子眼中的爸爸无所不能。这时候的重点是参与，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存在。松永的儿子仁虎就处于这个阶段，每次松永抱起仁虎说：“我是你的超人爸爸”，仁虎都会开心地拍手。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父亲不再是无所不知的超人，而是成了伙伴和倾听者。仁虎进入国中后变得话少，也不再对父亲的超人表演感到兴趣。松永感到困惑，但他慢慢发现，这个阶段的仁虎需要的是倾听和尊重。他开始改变，试着多问少说。当仁虎抱怨班级里的矛盾时，他不再急着给建议，而是说：“听起来你很在意这件事，能多说说吗？”父亲的角色转变并非全靠天赋，而是需要学习和观察。当你能与孩子同步成长，父子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3、如何在忙碌中找到陪伴的智慧？有时，忙碌的工作与亲子的需求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陪伴更有智慧呢？
明德是一名医生，工作时间不仅长，还需要轮班。他常为没有时间陪孩子感到内疚。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排出一天假期，带儿子少宝去动物园，却因为自己太累，中途在长椅上睡着了。醒来时，少宝正一脸委屈地盯着他。明德心里五味杂陈，对儿子说：“对不起，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从那天起，明德开始反思自己的陪伴方式。他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与孩子一起制定专属时间计划。每个周末，他会留出2小时，专心陪少宝做他喜欢的事，而不让手机或工作干扰。这个计划让明德意识到，陪伴的质量比时间长短更重要。结果，少宝不仅变得开心，还主动问：“爸爸，这周我们要一起做什么？”明德感慨地说：“忙碌不是借口，只要用心陪伴，孩子会记住这些快乐时光。”结语：用心的父亲才是称职的父亲。称职的父亲不需要全天候待命，但需要在孩子需要时能够出现在他们身边。透过时间管理与优先次序的调整，父亲可以平衡事业与家庭，适应不同成长阶段的角色需求，并找到陪伴的智慧。记住，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是一个用心的父亲，一个能够聆听他们心声，参与他们生活，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予无限爱的父亲，才是称职的父亲。